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末日灾难，并且曾在历史上多次真实发生过。1859年，全球出现异象，半夜亮如白昼，赤色天空犹如末日审判，电报机莫名其妙自动发报。1889年，加拿大魁北克整座城市的电力系统直接被中断。而2012年，人类离一场毁灭性灾难甚至仅只差了9天，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太阳打的一个喷嚏，也就是太阳耀斑。最可怕的是，科学家预言2025年太阳耀斑或再度爆发，并且强度更大。如果波及地球，人类能应对得了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2023年12月1日，有北京网友拍到罕见的极光。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谣言，毕竟极光是2极地区的特色产品，怎么可能来到北京？但事实上，这次极光的确出现在北京，是太阳活动异变的产物。其实，这不是极光第一次出现在低纬度地区。在1859年9月，有一次大范围极光现象，甚至笼罩了全球。根据河北省栾城县志记载，在咸丰9年，当时正值秋8月的天气，空中突然有赤色云气在东北方出现，彻夜不息，照得全城恍若白昼。人们对这一现象十分惊异，不少人前往寺庙焚香祈祷，希望不要有灾厄降临。这次的极光到底有多亮呢？据说这些散发在空中的极光，有的像正在燃烧的野火，有的像飘荡的彩带，形形色色，各不相同，但它们都明亮无比，甚至可以借着极光在夜晚读书。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极光，但是那个年代人们并不知道真相。这次极光现象持续了近1个星期的时间，美国南卡州也曾报道一件趣事，间接印证了这次极光的亮度。当时南卡州采石场有一群石匠，他们见天色大亮，便起床工作。工作半天之后，他们发现周围只有他们几个人，其余人都没有来。此时有人看了一下时间，才知道现在还是半夜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这次极光的亮度在南卡州地区已经亮如白昼，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。其实不只是人类被这次极光蒙蔽，连云雀也被极光骗得晕头转向。云雀夜晚一般也在休息，但因为极光的原因，他们在半夜开始叽叽喳喳。一位铁路售票员本就神经衰弱，被这群云雀吵得忍无可忍，最终开枪将云雀赶走。这一事件也被当地新闻报道，成为这次大范围极光的证明。由于当时欧美等地基督教还拥有较高的权威，不少信徒都惶惶不安，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圣经中提到的世界末日将要降临。于是他们放下手下的工作，每日不断祈祷，希望上帝饶恕他们的罪过。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1个星期，此后异象消失无踪，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，他们才彻底放下心来。不过这次异象并非对人们毫无影响，至少当时刚刚兴起的电报行业就遭受了不小的损失。比如他们的电报员在敲击按键的时候会被无故灼伤，比如他们的电报机也会发出滋滋的火花，甚至导致电报机报废。再比如架设起来的电线无缘无故就融化断裂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，电报商们选择断电，但即便如此，电报机还能发出信息。那么极光是如何产生的？为何会在全球出现呢？世界末日或许是太阳的一个喷嚏。1859年，一场惊现于全球的异象持续了整整1周，太阳耀斑轻松穿透地球磁场，造成了罕见的全球极光。但如果强度再大一点，人类或许就危在旦夕了。那太阳耀斑到底为何能对地球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呢？1859年9月的那场全球极光现象引起了天文爱好者卡林顿的注意。这位天文爱好者是一位知识非常丰富的学者，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钱的贵族。他为了观测宇宙，直接在偏僻的山区建造了一座庄园。在全球极光发生之时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太阳。经过长期观察，他发现在明亮的太阳身上会出现一些黑色斑点，这些斑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太阳耀斑。太阳耀斑虽然看起来小，但实际上却大得惊人，一个中等黑点就相当于地球大小。太阳耀斑不但体积巨大，而且磁场十分强大，大约为地球磁场的上万倍。不过因为这里的温度比太阳其他地方低，所以从地球来看，这里就相对较暗，就形成了一个个黑点。当太阳黑子变多的时候，表示太阳正处于一个活跃期，其他太阳活动也会
会变得非常活跃。这次也是如此，在全球极光发生之前，卡林顿发现太阳表面出现2团非常强烈的光，这2团光芒就像手雷爆炸，猛一闪烁之后又突然消失。这一现象被卡林顿发现，并用图画描绘出来，而这就是全球极光产生的根源，它被称为太阳耀斑。太阳耀斑现象就像是太阳打了喷嚏，喷出大量高能粒子，从而形成强烈白光。其实太阳无时无刻不在向外界发射高能粒子，我们之所以会看到极光，就是受到高能粒子的作用。而极光更多发生于南北两极，则是因为两极地区磁场较弱，很容易被高能粒子穿透，其他地区因为有地球磁场保护，避免了高能粒子冲击，但这种保护并非绝对安全。当太阳耀斑爆发时，这些高能粒子就会获得更大能量，尤其是太阳正对着地球打喷嚏时，这种冲击就会更强，高能粒子便能轻易穿透地球磁场，从而形成全球极光现象。一般来说，高能粒子经过遥远的路途后，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影响，但它对电气和网络带来的破坏却是灾难性的。1859年时，还属于蒸汽时代的尾声，电气和网络刚刚兴起，所以人们才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破坏。有专家认为，如果1859年的这场灾难发生在现代，人类文明可能会倒退100年，因为人类现代文明完全就是寄生于电力之上，无论是人造卫星、核武器、互联网，还是生活中的智能家居、手机、电脑，都依赖于电力和网络。其实在1989年3月13日，还真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太阳耀斑事件，虽然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，却已经让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电力完全中断，电力设备完全失效。要知道，魁北克地区的3月份温度还处于极低水平，一旦失去电力，他们就只能用一身怨气来硬扛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2年曾发生过一次超级太阳耀斑事件。2012年，人类离末日或许只差9天，一场太阳耀斑差点摧毁了全球的电力和网络。而恐怖的是，专家预言2025年太阳耀斑或将再度爆发。这次人类还能那么好运吗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，太阳耀斑就像是太阳打了一个喷嚏，所喷射出的高能粒子获得更大动能，就能直接穿透地球磁场到达地球。在2012年，太阳就打了一个超大喷嚏，这次喷嚏的威力足以和卡林顿事件相提并论。要知道，这个时候网络和电力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主力军，我们的生活与电力网络完全绑定，甚至核武器都受到电力的操控。一旦这次喷嚏入侵地球，所造成的灾难将难以想象。之前英国专业人员曾对卡林顿事件进行代入分析，他们认为这种超级太阳耀斑一旦降临到现在的美国，将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，如果发生在全球，所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。要知道，卡林顿事件可是持续了数日，一旦发生在现代，人类文明倒退100年也只是最轻的估计了。2012年的太阳耀斑，其威力就足以和卡林顿事件媲美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所喷射的角度正是地球公转轨道，这绝对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但幸运的是，在太阳耀斑到达地球公转轨道时，我们正处于太阳的另一侧，如果再晚9天，我们就将直接撞上这强大的高能粒子，人类的电力文明或许会被其彻底摧毁。这次人类足够幸运，但幸运会一直持续下去吗？就比如2023年12月1日北京出现的极光现象，就是一次威力较小的太阳耀斑，虽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，但却是太阳活动进入活跃期的一个标志。中国国家地理频道曾表示，太阳是在2019年12月份进入第25个活跃期，这次活跃期将在2025年进入最巅峰，其爆发超级太阳耀斑的概率也最高。那么，如果超级太阳耀斑真的爆发，而且正对着地球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太阳打喷嚏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可以实时监控太阳的生活，可以早早得知它打喷嚏的消息。要知道，从太阳到达地球，高能粒子需要用15个小时的时间，而在这个时间中，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
比如我们可以提前将各种数据备份，将各种电器设备断电关机，虽然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损害，却能大幅度降低损失。除此之外，欧洲航天局还准备发射一颗新卫星去监控太阳，未来我们或许也会在相关领域有所动作，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地球文明的安全保障。可见，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是科学进步带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